布鲁克林监狱的会客室，严格意义上并不算在办公区里，也不算在监区内，而是这两者中间的过渡部分。正因为是过渡部分，所以会客室离监区并不算远，就是出了铁门，一条走廊走出几十米到头，两侧的房间便都是会客室了。不过布鲁克林监狱的会客室也分3、6、9等。普通的会客室是所有犯人共用的，一个会客室里至少有10几20个会客桌，犯人的家人或者律师来了，就在这里会面。在这种会客室会面，旁边不断有其他的犯人和家属，而且还会有狱警盯着，不允许有肢体接触以及物品传递，相对来说不太自由。身份稍微特殊一些的，就能够得到一间比较隐蔽的小型私人会客室。这种会客室里是没有其他的犯人和家属，只有一名狱警监督，自由性相对好了许多。不过这里还有一间比较考究的会客室，会客室内不仅有沙发电视，还有一些零食饮品。更难得的是，这个房间还经过了特殊的声学处理，非常隔音，而且没有任何监控设施。最重要的是，在这里会面，狱警不会进来干涉。探访人员随身携带的一些物品，只要是能够过得了监狱安检的，都能够转交给犯人。把这里当作夫妻探视的房间，做一些实际的夫妻行为，也完全不受约束。典狱长每一次和古斯塔沃见面，都会选择在这间会客室内，以确保绝对的私密。当叶晨与古斯塔沃一起被带到这间会客室门口的时候，他已经能够感觉到里面坐了一个人。狱警将大门打开，一个身穿西装、戴着金丝眼镜，非常斯文，也非常符合美国上流社会形象的中年男子，正翘着2郎腿坐在沙发上，叼着一支雪茄。见到古斯塔沃进来，这人连忙站起身，非常绅士地笑着说道：“桑切斯先生，快请进。”古斯塔沃带着叶晨走了进去，外面的狱警便将大门紧紧关闭。这时候，布鲁斯·韦恩斯坦看向古斯塔沃身边的叶晨，微笑道：“这想必就是桑切斯先生的朋友了吧？你好，我叫布鲁斯·韦恩斯坦，是布鲁克林监狱的典狱长。”叶晨也同样还以微笑，开口道：“典狱长先生你好，我是桑切斯先生的老朋友，我姓叶，这次是因为非法移民被关到这里来的，以后还请你多多关照。”布鲁斯·韦恩斯坦笑着说道：“非法移民不是什么大事，想来叶先生不会在我们这里待上太久。不过你放心，既然叶先生是桑切斯先生的朋友，那么只要你在这里待1天，都是我们布鲁克林监狱的贵宾。我一定会交代下面的人，给叶先生充分的照顾。如果叶先生有什么需求的话，也可以向我提出来。”古斯塔沃这时候开口道：“不瞒你说，布鲁斯，但叶先生过来见你，就是让你们认识一下将来叶先生。如果有什么需要的话，你这里也一定要给他足够的方便。”布鲁斯·韦恩斯坦笑道：“这种小事，桑切斯先生，你打个招呼就可以了，又何必屈尊过来跟我见面呢？”古斯塔沃笑道：“交朋友嘛，当然得先见面了。”说着，他又对布鲁斯·韦恩斯坦说道：“对了，布鲁斯，我这位好朋友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神医，他擅长治疗任何疾病，无论你身体有任何问题，他都可以帮到你。”布鲁斯·韦恩斯坦看着叶晨，哼笑一声，没看出来叶先生这么年轻，竟然还是一位神医。不知道叶先生是哪家医学院毕业的？叶晨摆摆手：“我不是学院派出身，是自小学习家里祖传的针灸疗法。我最擅长治男人那方面的问题，不够强，不够硬，不够久，不够软，都是我擅长的领域。”布鲁斯·韦恩斯坦忍不住笑了笑，说道：“叶先生，前3个不够，
我还可以理解，可这第4个是什么意思？难道还有人觉得自己不够软吗？作为一个真男人，谁会嫌自己太硬？叶晨微笑道：“这你就不懂了，典狱长先生，男人不硬很可怕，可是太硬了更可怕。有些非常特殊的事情，你是没有遇到，等你遇到的时候就知道，我说的这种情况是多么的痛不欲生了。”布鲁斯·韦恩斯坦此刻只觉得，叶晨应该就是那种专门忽悠人的赤脚医生。他自诩高知分子、精英阶层，是不可能对这种伪科学的东西有任何兴趣的。于是他便笑着敷衍道：“那我只能希望我永远也不会遇到这种诡异的情况，否则还要麻烦叶先生来帮我治疗。”叶晨也笑呵呵地点头说道：“是，我也希望你永远不要遇到，但如果真不幸遇到了，那恐怕就只有我能治了。”古斯塔沃见两人都聊到了男性那方面的能力问题，于是便挑了挑眉，对布鲁斯·韦恩斯坦说道：“对了，布鲁斯，今晚我给你安排的这2位美女都是非常漂亮的拉丁美洲角色，2人的身高都在 5.8 英尺以上，你放眼看去，除了腿就是胸，非常完美，希望我今晚的安排不会让你失望。”布鲁斯·韦恩斯坦也是明显能够看出十分雀跃，难掩激动地说道：“古斯塔沃先生实在是太客气了，连您都交口称赞的美女，那肯定是1等1的超级美人，我又怎么可能会失望呢？说不定这会是我这辈子最幸福的一个晚上。”2个视女如命的男人相视一笑，一切尽在不言中。叶晨这时候却悄悄向着布鲁斯·韦恩斯坦的体内渡入一道灵气，这道灵气并不是为了洗他的脑，也不是为了给他任何心理暗示，更不是让他阳痿。相反，叶晨的这一道灵气，在他办那种事的时候，会给他超乎寻常的强大助力。如果把男人那方面的能力比作蹬自行车，就算他能力再强，也不可能把自行车蹬出摩托车的动力来，甚至有时候蹬不动了，还要偷摸地吃上2粒药，那感觉就像是职业车手在比赛时往自己的自行车里悄悄塞一个微型电动马达来作弊一样，有效，但不多。但叶晨这一道灵气，相当于给布鲁斯·韦恩斯坦的自行车直接装上了一台推力达到几十吨的航空发动机。平时蹬自行车如果蹬不动，大不了就摆烂不蹬了，虽然丢人但不会死人。可一旦这辆自行车被巨大的推力推到极速，并且还停不下来，那虽然不丢人，但可就真的会死人了。叶晨之所以没有直接给布鲁斯·韦恩斯坦上个心理暗示，让他直接带自己去他的办公室，甚至带自己去他办公室下面的地下空间，是因为布鲁斯·韦恩斯坦是罗斯柴尔德家族的人，而且他的办公室是地下空间的唯一出入口，十分敏感。就连古斯塔沃来头这么大的人物都没有进过他的办公室。如果自己给他做了心理暗示，让他直接把自己带去他办公室的话，一定会引发别人的诧异。叶晨最不想的就是引起别人关注，尤其是罗斯柴尔德家族的关注。所以在叶晨看来，最好的办法就是先让这个布鲁斯·韦恩斯坦这个真男人产生极大的难言之隐，让他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主动想办法，尽可能低调地跟自己见面，向自己求助。那样一来，布鲁斯·韦恩斯坦自己就会提前做好一切规避工作，到时候自己再与他见面，就不会有任何被别人关注的风险了。既然布鲁斯·韦恩斯坦今晚要蹬这趟自行车，那只要他蹬出第一脚去，就等于为自己给他留的那台航空发动机按下了启动按钮。到那时，他走投无路，一定回来求自己。